在中国东南沿海曾经生活着一个特殊的部落，他们没有土地，没有房子，一家7、8口人挤在一条不到10米的木船上，吃饭、睡觉、生孩子，甚至死人全都在船上。更残酷的是，他们不允许上岸，岸上的人叫他们水上野人，不准买地，不准读书，不准和陆地人结婚，哪怕拼命打捞上海鲜，去岸边换一点糙米，也只能光着脚交易，因为当地人觉得他们的血踩脏了陆地。他们在海上漂了2000年，最多的时候整个族群超过6万人，这就是中国最后的水上民族疍家人。可真正诡异的还不是他们不能上岸，而是这样一个被困在海上的民族，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有人死也不愿离开海呢？不到10米的木船到底怎么住下一家7、8口人？女人在台风天怎么生孩子？孩子从小掉进海里又怎么活下来呢？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更残酷。第一次见到疍家人的船，你很难相信这里能住人。船不大，最小的甚至不到10米长，可就是这样一条木船，过去往往要挤下一家7、8口人。船头做饭，船尾睡觉，中间堆满渔网、木桶和刚捞上来的海货，头顶压着低矮的船棚，人坐在里面，很多时候连腰都直不起来。夏天船舱闷得像蒸笼，太阳一晒，木板发烫，空气里全是海腥味和柴油味混在一起的臭味。冬天更难熬，海风从木板缝里往里钻，被子永远带着潮气，外面风浪一大，整条船都会跟着摇。半夜经常被浪拍醒，一家人缩在一起，听着木船被海水撞得咚咚响。但对疍家人来说，这不是船，这是家。阿水伯就是在这条船上长大的，他皮肤黝黑，皱纹像干枯的渔网，最显眼的是他那双腿，弯曲的罗圈腿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。这不是天生的，但家人一辈子窝在低矮的船舱里，日复一日屈膝盘腿，腿骨慢慢就变了形。陆地人给这种腿起了个屈辱的外号，叫躯体。但阿水伯不在乎，能在海上活下去比什么外号都重要。但家人管这种船叫连家船，船连着家，家连着命。阿水伯从出生起就住在船上，小时候他常常看见父亲站在船头拼命拉网，母亲坐在船舱里捕渔网，边捕边念叨，快点长大，好帮你阿爹的忙。母亲说完，起身走向船尾，那是整条船的厨房和厕所，几块木板围一下，侧洞通着海水，排泄物直接冲进海里，旁边架着一口铁锅，锅里煮着鱼虾粥，是全家人今天的晚饭。阿水伯就坐在被海水泡烂的木板上，闻着湿漉漉的海风，这是他这辈子最早的记忆。到了晚上，船靠岸停下，一家人在船舱里躺下，头挨着脚，脚挨着头，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。碰上台风天，风在外面嘶吼，浪把船抛起来又砸下去，一家人缩在竹棚底下，听天由命。对疍家人来说，大海既养活了他们，也随时可能吞掉他们。在船上生孩子更是鬼门关走一遭。过去海里没有医院，女人肚子疼了只能在船上生，浪打过来，船使劲晃，产妇只能死死抓住船梁硬撑，没有医生，没有消毒设备，全靠家里有经验的女人帮忙。阿水伯小时候见过嫂子生孩子，那天风浪大，船晃得厉害，嫂子疼得惨叫，手把木板都抠出了印子。母亲端着一盆热水，随着船晃来晃去，一滴都不敢洒。男人们在船头烧香拜海神，女人们在船舱里忙成一团。孩子落地的那一刻，全船人都松了一口气。父亲和哥哥打海水冲洗船板，血水顺着船线流进大海，母子平安，那是海神也保佑。可生完孩子，女人根本没时间休息，没几天又得继续下海干活，因为不干活，一家人就没饭吃。孩子能不能活下来是另一道鬼门关。疍家的孩子还不会走路，就得先学会游泳。船太小，甲板没有护栏，孩子掉进海里是常有的事。阿水伯小时候就掉进去过，他记得大人看见他落水，连慌都不慌，随手拿起一根带钩的长竹竿，勾住他腰上拴着的空葫芦，一把就把他拎了上来。他坐在湿漉漉的木板上哇哇大哭，大人拍两下他的背，转身又继续拉网。哭吧，能哭出来就没事了。每个疍家的小孩身上都拴着这样一个葫芦，干葫芦青浮在水面上，是孩子唯一的护身符。等孩子再大一点，3、4岁，大人就狠心把他们丢进近海浅水里，让他们自己扑腾，呛几次海水，喝几口又苦又咸的水，慢慢就学会了在水里浮起来，在浪里穿梭。对岸上的孩子来说，海是危险的，但对家人来说，海就是命。他们从小要学的不是怎么过马路，而是怎么看风向、认潮水、判断天气。
什么颜色的云要来台风，什么样的水花下面藏着鱼群，这些没有课本，全靠父亲在风浪里扯着嗓子教。5、6岁的孩子已经能蹲在船头帮大人分拣鱼虾了，8、9岁男孩就要学下网、收网、看天象，女孩跟着母亲学织网、煮海鲜粥。他们可能一辈子不会写自己的名字，但只要看一眼海水的流向，摸一下海风的冷暖，就知道今天该下什么网，明天全家有没有饭吃。这一身与风浪搏击的本事，就是疍家人世世代代活下去的唯一底气。凌晨5点，天还没亮，海上的风吹的鱼排轻轻摇晃，木板下面是黑漆漆的海水。阿德叔已经起床了，他蹲在鱼排边处理昨晚收上来的螃蟹，旁边的塑料桶里海水哗啦哗啦的晃。很多年前，这片海很热闹，密密麻麻的木排一片连着一片，晚上灯一亮，整片海面像个飘在水上的村庄。孩子在木板上跑，女人坐在门口修网，男人半夜出海捕鱼。风一吹，整个海面都是木板轻轻碰撞的声音。那时候到处都是疍家人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年轻人走了，很多鱼排空了，有些木板已经烂掉，海风一吹，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。阿德叔今年50多岁了，从出生开始就一直生活在海上。小时候跟着父亲出海捕鱼，放学回来就蹲在船头学怎么收网，怎么认潮水，怎么看天气。他说自己从小就没想过离开海，可现在很多人走了，有人去城里打工，有人搬进了楼房，有人甚至已经不会再讲过去的疍家话。有人劝阿德叔也上岸，岸上有房子，有床，有热水器，不用整天闻海腥味。可他住不惯。刚上岸时，很多疍家人一辈子只会打鱼，不会种地，也没有别的手艺。去市场卖鱼，因为不会说普通话，经常被压价。为了活下去，很多人只能去干陆地人最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。他说在岸上睡觉，听不见海浪声，半夜总会醒。有时候回县城住2天，他又偷偷跑回来。别人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不上来，只是觉得人待在海上，心里才踏实。不过真正让他舍不得离开的，其实不是鱼排，是人。女儿从小在鱼排长大，她喜欢坐在木板边吹海风，喜欢看海上的晚霞，喜欢趴在鱼排边看水里的鱼。阿德叔说他喜欢海，可他也知道总有一天女儿会离开这里，因为现在的疍家人已经很少还有人愿意继续生活在海上了。很多鱼排正在被拆掉，很多年轻人也已经离开。有人说再过几十年，疍家人可能只会剩下一个名字。晚上风大的时候，整片海黑的看不见边，远处县城的灯很亮，但离这里很远。阿德叔偶尔会坐在鱼排边抽烟，一坐就是很久。有人问他以后还会一直住在海上吗？他看着海面说了一句，能住1天就住1天。可无论女儿什么时候回来，他都希望自己还能在这里等着她，因为这里是他长大的地方，也是他们一家人在海上漂了一辈子的地方。很多人以为疍家人住在海上是因为喜欢海，其实不是。最开始他们是不能上岸。在古代，家人还有另一个名字，疍民。明清时期，沿海很多地方把他们列入贱籍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地位最低的一类人，不能参加科举，不能做官，不能和岸上人通婚，有些地方甚至不允许他们买地定居。岸上的人看不起他们，有人叫他们海上野人，也有人觉得他们常年漂在海上不干净。在一些沿海地区，家人上岸交易甚至不允许穿鞋，他们从海里捞上海鲜，划船送到岸边，换米换盐换生活用品，货放下拿了东西就走，不能久留，更不能留下。关于疍家人的来源，历史上一直有很多说法。有人认为他们是古代闽越人的后代。秦汉以前，中国东南沿海生活着大量百越部族，其中一部分人长期以捕鱼、采珠、海上生活为生。后来中原王朝不断向南扩张，一些不愿离开海的人逐渐变成了后来的疍家人。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古代战乱中的流民，因为无法在陆地立足，只能世代漂在海上。到底哪一种是真的，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。但有一点是真的，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。一家7、8口人挤在不到10米长的小木船上，吃饭、睡觉、捕鱼、生孩子，全都在船上，海就是他们的家。疍家人一辈子漂在海上，最大的心愿是死后能入土为安。老人临终前嘴里要塞一枚银元，手里捏着纸钱，守灵要请道士做法，还要请8音乐队吹唢呐、敲铜锣。亲人围在一旁，边哭边唱着哀歌。抬棺上岸时，棺材绝对不能沾地，半路累了要休息，也只能在底下垫草席或木板。
下葬完毕后，送葬的女人必须立刻转身回家，走在路上不能回头，遇到熟人也不能打招呼，因为老人们相信一回头就会把鬼魂带回船上。除了厚葬亲人，但家人还敬畏那些被台风吞噬的无名渔民，他们把这些葬身海底的孤魂尊称为108兄弟公，每次出远海都要烧香祭拜，求他们在狂风巨浪中拖一把活人的船底。但家人的日子苦，但也不是只有苦难。端午节，他们祭拜龙神，男女老少跳进海里洗澡，相信端午的海水是龙水，洗了能驱病辟邪。平时分散在各个海域的连家船也会在这天聚集，敲锣打鼓，赛龙舟。到了农历7月14鬼节的时候，但家人会在路边或海边焚烧纸钱，摆上丰盛的鸡鸭鱼肉，安抚海里的孤魂野鬼，求他们吃饱喝足后老老实实待着，别在海上兴风作浪。阿水伯一家人在海浪上生活了1年又1年，孩子们也渐渐长大。这些年来，上岸讨生活的疍家人不在少数，有人去岸上读书，有人去岸上做生意，也有人慢慢搬进了陆地上的房子。可阿水伯始终觉得去岸上读书可以，做生意也可以，但家还是要回到海上，因为船才是家，鱼排才是家，海浪声才是他从小听到大的声音。直到一场超级台风来了，那是阿水伯记忆中最恐怖的一个夜晚。一场12级的超级台风席卷了海岸线，那种级别的狂风在陆地上都能把大榕树连根拔起，更何况是江面上用几块木板拼成的连家船。那一夜，整个水面上都是风的嘶吼和人的哭喊。为了活命，阿水伯用最粗的缆绳把船死死拴在岸边的树干上。船舱里进了水，一家10几口人，每个人都紧紧抱住一块浮木，不敢睡觉，不敢乱动，只能在暴雨里死死盯着翻涌的海面。不远处，一条连家船的缆绳突然啪的一声断了，一个巨浪打过来，整条船瞬间倒扣，一船人的命就在阿水伯眼前没了。也就是那一晚，很多疍家人心里那个压抑了2000年的念头终于变得无比强烈。他们想上岸，他们想要一个脚踏实地，再也不用担惊受怕的家。命运的转折点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到来，政府开始推动疍家居民洗脚上岸，政府拨出资金，在沿海划出专门的土地，盖起一排排崭新的安置房，还给他们分配土地，办理平等户口，成立渔业合作社，帮他们解决生计问题。这是很多疍家人第一次真正拥有陆地上的家，不是一块摇晃的木板，不是一条随时可能被台风卷走的连家船，而是一间不会飘走，不会漏水，不会被海浪掀翻的房子。可真正住进去之后，阿水伯才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他和家人刚上岸的时候适应了很久，最先不习惯的是脚下的地，明明踩在坚硬平整的路面上，他却总觉得地还在晃，就像陆地人会晕船一样。家人上了岸反而会晕地，睡在床上也总是睡不着。没有了大海的摇篮，没有了海浪哗啦哗啦的催眠曲，坚固不动的床，安静到没有声音的房间，反而让人心里不踏实。所以有很多像阿水伯一样的疍家老人，半夜睡不着就会偷偷溜回海边，回到那艘破木船上，在熟悉的摇晃和海浪声里才能安心闭上眼睛。不只是睡觉不习惯，以前想吃鱼虾随手就能从海里捕捞，现在想吃只能去菜市场买，价格贵不说，味道也不如刚刚捞上来的新鲜。以前柴火可以从江里捞浮木，现在上岸想去山上捡点干柴，岸上的原住民还会防着他们，甚至不客气地把人往外赶。更难的是谋生，很多疍家人一辈子只会打鱼，他们不会种地，也没有别的手艺。比阿水伯更老的一辈人连普通话都不会说，只会讲疍家自己的土话。去市场卖鱼，经常因为沟通不畅被压价被欺负，为了活下去只能干一些脏活累活。但水上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还在，他们一点点学习岸上的规矩，进工厂打工，学做小买卖，拼命赚钱供家里的孩子读书。2代人3代人过去后，曾经那堵隔绝水路的无形高墙终于被他们用汗水一点点推倒了。今天如果你去海南陵水、三亚或者两广沿海的疍家人聚居区，会发现那种一家10几口人挤在一起的水上连家船几乎已经绝迹了。绝大多数疍家人都已经住进了现代小区，年轻一代早就和普通城市青年没什么区别，他们读大学，进写字楼上班，也有人利用父辈留下来的鱼排开起了海上餐厅和民宿。上岸确实改变了他们贫困交加、随时丧命的生存处境，但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个残酷的现实：疍家文化正在走向不可逆的消亡。
现在的新村港越来越安静了。以前站在海边往里看，整片海面密密麻麻全是鱼排，木板一块连着一块，船挨着船。白天有人修网、晒鱼竿、收渔获，晚上灯一亮，海面像飘着一座水上的小城。孩子在木板上跑来跑去，女人坐在船边洗衣服，男人半夜出海捕鱼。发动机声能响一整晚，风吹过来的时候，整片海都是木板碰撞的咯吱声。那时候到处都是疍家人，可现在很多鱼排已经空了，有的木板塌了，有的浮桶沉了，有的只剩几根生锈的铁管，孤零零飘在海面上。海风吹过去，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，像一座正在慢慢腐烂的海上村庄。以前很多鱼排晚上都会亮灯，现在一到夜里，大片海面都是黑的。越来越多年轻人离开了这里，有人去了县城，有人去了三亚，有人进工厂，有人送外卖，有人做生意，还有很多疍家年轻人已经不会再讲过去的疍家话了。那些曾经在海面上传了几百年的咸水歌，现在也很少有人会唱了。阿水伯小时候听过，那时候海面安静下来，渔船三三两两抛锚停靠，年轻人就会站在船头，对着心爱姑娘的船扯开嗓子唱，没有谱子，全是即兴，你唱一句，我回一句。海风把歌声吹得很远，两颗心就在腥咸的海风里慢慢靠近。那种歌直白火辣，喜欢谁就大声唱出来。疍家的婚礼更是热闹，小伙子站在船头，拼尽全力左右摇晃船身，激起一人多高的水花，这叫颠船贺喜。只有在风浪中站得稳的男人，女方父母才放心把女儿交给他。接亲时，小船挂满红布和彩灯，两家人用绳索把船连在一起，叫连船。亲戚跨过船舷，互相敬酒，酒席上是名副其实的全鱼宴。新婚之夜就在随波荡漾的船舱里度过，两个人一条船，从此同舟共济。可现在这些场面都看不到了，年轻人直接在酒店办婚礼，穿西装拍婚纱照，连颠船是什么意思都没几个人知道了。曾经那些关于大海的禁忌也慢慢没人信了。以前吃鱼绝对不能翻面，翻鱼就是翻船，吃完上面一层肉，得小心翼翼把鱼骨头整根剔除，再吃下面的。现在年轻人一边玩手机，一边随手就把鱼翻了个面。以前女人不能去船头，说会冲撞海神。现在很多疍家女孩站在游艇最前面拍照，有的自己考了驾照，开着快艇在海面上兜风。海还是那片海，但那个靠海活了2000年的民族正在一点一点消失。有人说这是时代进步了，也有人说这是最后一代疍家人了。阿德叔其实知道自己可能就是最后一代真正住在海上的人了。他的2个儿子早就上岸了，成了家，有自己的生活。小女儿秋菊很快也要去县城读书，她喜欢海，喜欢鱼排，喜欢趴在木板边看水里的鱼。可阿德叔知道，他终究还是会离开，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愿意一辈子漂在海上了。阿德叔有时候会坐在鱼排边发呆，一坐就是很久。远处县城的楼越来越高，岸边的灯越来越亮，可海上的人却越来越少。有时候一整天都听不到隔壁鱼排有人说话。以前半夜还能听见收网、发动船、喊名字的声音，现在很多时候只剩海浪声，海越来越安静了，安静的有点吓人。有人说再过几十年，疍家人可能只会剩下一个名字，那些连家船、咸水歌、颠船抢亲、鱼排上的童年，最后都会变成博物馆里的照片。可阿德叔还是没走，疍家人的故事并没有停在消失这里。如今在海南陵水、三亚，有疍家年轻人把鱼排改造成海上民宿和水上餐厅，游客可以住进船型屋，跟着疍家阿哥出海，傍晚坐在甲板上吃刚刚捞上来的海鲜。当地还建起了疍家文化博物馆，那些残破的连家船、老旧的竹编斗笠、曾经用来防风湿的银腰带，都被小心地放进橱窗，向世人诉说着这段苦难与抗争的历史。疍家的年轻人再也不用因为曾经的贱民身份而自卑，他们能骄傲地向全世界讲述自己民族的故事，用这种方式既保住了饭碗，也留住了文化的根。现在的阿德叔不用再像过去那样担心台风会掀翻自己的船，也不用再像祖辈一样因为贱民身份一辈子不敢踏上陆地。他的孩子可以读书、工作，去城市生活，但家人终于穿上了鞋，也终于能真正站在坚实的土地上。可与此同时，那个曾经漂泊了2000年的水上民族也正在慢慢消失。那些连家船、咸水歌、水上婚礼、海上的童年记忆，都在一点一点离开这个时代。有人觉得这是文化的消亡，也有人觉得这是他们终于活成了正常人。但或许对疍家人来说，
真正重要的，从来不是住在船上还是住在岸上，而是无论飘到哪里，他们始终没有被大海压垮。在没有土地、没有退路，甚至不被允许上岸的2000年里，他们硬生生把波涛汹涌的大海熬成了自己的故乡，也把一条不到10米的小木船活成了一个民族。也许再过很多年，海上的鱼排会彻底消失，最后一代真正生活在海上的疍家人也会慢慢老去，但至少曾经有这样一群人，在中国东南沿海的风浪里真实的活过。下次如果你去海边旅游，当你坐着游船吹海风看晚霞的时候，或许可以想一想，就在不久之前，还有一个民族一辈子都飘在这样的海上。如果是你，你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样的海上吗？欢迎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。本期眼见中国就到这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真实中国故事，也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